河南挖出中国第一凶墓，墓中古董一件未丢，反而多出80多具来历不明的白骨，就连考古专家都差点遇难。这个古墓到底有何蹊跷？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本期带您了解国内第一凶墓郭庄楚墓。2005年除夕之夜，上蔡县郭庄家家户户正在一起喜迎春节，屋外爆竹声不断，伴随着爆竹声的响声，还有几声异响。不过，由于当时所有人正处在欢度除夕的气氛中，大家也没把这怪异的声响当回事儿。然而到了第二天，当人们兴致冲冲地出门之际，他们就发现自家的耕地怎么突然就出现了好几个坑呢？郭庄人二话不说，直接就将此事上报给了警察。警察一来，凭着直觉就断定这坑可能是盗墓贼弄出来的。原来这几个坑的附近就是上蔡县颇为厚实的土岗，之前此地已经陆陆续续发现了好几座战国时期的古墓，因此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几个坑极有可能是盗墓贼所弄出来的。事实的确如此，当警察深入土坑发掘线索的时候，人们的确看到了大小不一的火药。通常情况下，盗墓贼不会再挖已经被考古学家发现的墓室，因此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那就是这块土地还有尚未被考古学家发现但却被盗墓贼嗅到的古墓存在。于是警察马不停蹄地将此事告知了上级政府。5个月之后，一批考古学家来到郭庄，开始对此处进行抢救式的挖掘工作。挖掘工作开展的相当动人心魄，原因很简单，刚一挖开墓室附近的泥土，考古学家就发现了7、8个小洞。这些小洞可不是什么自然的产物，而是盗墓贼留下的痕迹。而经过初次的考古鉴定，这几个盗洞的挖掘时间大概在东汉时分。这一结果又让考古学家心凉了一大半。原来东汉时期在历史上有一个别称盗墓泛滥的时代。东汉建立之初，国家拿不出基本的财产保障人们生活的正常运行，为了生活，不少人就踏上了盗墓这条道路，希望从自个儿老祖宗那儿得到些许的财富来度过艰难的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东汉时期，几乎每个人都掌握了盗墓的本领。因此，当考古学家鉴定出这几个盗洞为东汉时期的时候，他们就有种预感墓室可能被挖空了。当然，不能因为这几个盗洞就放弃挖掘工作，于是怀抱着些许的希望，考古学家继续着挖掘工作。但是另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事情出现了，在靠近墓室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盗洞。这一次的盗洞形成于现代，盗墓方式也十分先进，利用木板架起了前往墓室的路，以至于成功的进入了墓室。这也是说，这一现代盗洞极有可能带走了墓室中的全部文物。尽管如此，考古工作还在继续。当考古学家抛开覆盖在墓室之上的泥土时，他们意外发现这墓室的形状非常奇特。2005年，郭庄挖出来的战国古墓让在场的考古学家都傻了眼，还差点让其中一个专家见了阎王。墓室形状怪异，整个呈甲字形，深挖下去，考古学家还发现这墓室居然自带防盗功能，80余名盗墓贼命丧其中。2005年，考古学家正在对郭庄古墓进行挖掘，好不容易挖到了墓室的封土层，见着了墓室的基本形状，却发现这一形状截然不同于古代墓室的规格。一般来说，古代墓室基本都是方方正正的，但眼前的这座墓室却呈甲字形，多出了奇怪的一笔。就在考古学家还摸不清楚头脑的时候，这个墓室又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惊喜。为了进入墓室，考古学家一路从封土层挖到了夯土层。当他们打算继续埋头苦挖夯土层的时候，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夯土之中的物质竟然不是泥土，而是细沙，而且在这细沙之中有着大小不一的石块，有些石块重达数百斤，有些石块则只有几斤重。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积沙积石墓。所谓的积沙，其实就是指当墓室内的棺椁放置完毕后，填补墓室空间的不是一般的泥土，而是细沙。这种细沙必须是经过太阳暴晒后的干燥细沙，不得掺杂任何水分，否则就会影响墓室的封存。细沙替代泥土封存墓室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那就是利用细沙的流动性来达到防盗的目的。试想一下，如果是一般泥土的话，盗墓贼挖开泥土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墓室，但倘若他们所面对的是细沙的话，那么沙子的流动性决定了盗墓贼永远都无法挖开墓室，因为细沙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被挖开的地方，在墓室之
之中放置石块也是很有讲究的。当盗墓贼一心挖墓的时候，细沙利用自身的流动性带动巨石往盗墓贼所在的位置前去，如此一来，盗墓贼十有八九得被埋在墓室之中。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学家在挖掘的过程中屡屡见到人骨的原因。起初，一些专家刚见到这些骨骸的时候，以为是盗墓贼将墓室挖空了，以至于墓室主人的骨骸就这般散落在墓室之中。可经过人们仔细清理细数之后，便发现这些骨骸的数量足足可以拼成80个人的样子。如果这些都是随葬者的骨骸，那么按照当时的礼制，这样一个小墓室不至于能容下几十个陪葬者。再加上墓室周边频繁出现的盗洞，考古学家最终断定这些骨骸就是盗墓贼有来无回的证据。而郭庄古墓的防盗效果之所以如此惊人，恰好在于墓室所设置的基石与基沙的双重障碍。幸运的是，借助现代科技挖掘的考古学家尽可能地规避了基沙所带来的危险，但是这绝不能意味着在整个挖掘过程中就可以掉以轻心，一个不小心就能陷入流沙之中而无法自拔。在挖掘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考古专家脚滑了一下，差点摔进细沙之中，要不是其他的考古工作者眼疾手快，及时的拉住了他，后果不堪设想。但这座古墓的神奇之处不只是这么简单，这座古墓堪称盗墓贼的天然坟场，盗墓多达10几个，文物却一件未丢，甚至还多出了80余具尸骸。考古学家都差点错过了真正的墓室。中国第一凶墓郭庄楚墓到底有多凶险？当考古学家进入到墓室之中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在场所有人都十分震惊。且不说整个墓室之中找不到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就连墓室中的棺椁都是空的。难不成这一切都被盗墓贼盗去了吗？可就算被盗墓贼盗取了大半文物，也不至于一丝文物痕迹都找不到吧？于是专家只好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既然墓室主人能设置出如此天然的防盗系统的墓室，那么想真正的见识到它的棺椁可能也不是一件易事。与此同时，有眼力尖的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沙土中若隐若现的红色图案，这种图案只会出现在棺椁的上方。这也是说，眼前空荡荡的棺椁并不是真正的棺椁。因此，所有人又加紧挖掘的进程，继续向下深挖。越往下，考古学家就越是兴奋不已。先是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金钵，然后又发现了一些已经被损坏的青铜器物。挖到这里，考古学家总算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当挖到最深层的时候，整个墓室的棺椁这才显露出它的真身。在真棺椁的周围，四处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其中虽然有些被损坏，但大致还是能辨别得出其形状和功能。经过考古学家的清点发现，整个棺椁室内出土的文物数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在这之中，光是青铜器物就达到了上千余件，此外还有数百件玉器，由汉白玉质地制作而成的边磬也有10来件。而根据考古学家测定后发现，这些文物大致处于战国早期的时代。试想一下，除了上流贵族，还有谁能拥有如此厚重的陪葬品呢？据史记记载，郭庄此地在战国时期应当是蔡国从楚国那儿接受而来的封地。换言之，这个郭庄古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楚国的王公贵族。依据战国各国年历的换算，考古学家推断此墓室主人或许是楚平王的孙子。遗憾的是，楚平王的孙子数量过于庞大，加上专家对战国早期的历史资料掌握不足，因而没法准确判断这一墓室主人的身份。但不论如此，既能以如此庞大的青铜器物数量陪葬，又施以如此严密的防盗措施，墓室主人的身份也绝不简单。不得不说，回顾中国古代的墓室史，的确有种墓室主人与盗墓贼斗智斗勇的意味。而郭庄古墓或许是少有的能让如此之多的盗墓贼栽了跟头的存在。可见在这一场对决中，墓主完胜盗墓贼。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